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爱人，有趣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，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我所有的秒回不是因为我很闲，是因为你很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祝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如果说热恋啊，像是在雕刻完美的瓷器，那过日子呢，就是用粗陶盛着烟火气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50岁，来自河南，厨师；尚女士54岁，来自河南，个体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爱他吗？爱，但是我更爱我自己。爱，但是不领证，我不能接受。每天只知道喝酒，很少陪我。你最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？他从不考虑我，只考虑他自己。少管我一点，别老把领证挂在嘴边。我希望他能多考虑考虑我，能多关心我一点。听了一下啊，大概这个今天好像是男士就是要过来要个说法。对。为啥在一起1年多了就是不领证？是吧？你就想得个原因是吗？对对。那我能不能理解为，就是您今儿是变相的来逼婚了？有这个成分。那咱就说说这个，你俩谈恋爱多长时间了？在一起1年多了，快2年了。两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婚姻的经历呀？对对。是的。那方便说说上一段婚姻都为什么分开吗？我是主要是性格不合，他比较强势。有孩子吗？有。孩子跟着谁？跟着我。我是因为我前夫他脾气特别暴躁，喜欢动手。那必须得分。孩子跟着谁？孩子跟着我，一个女儿。您那边是女儿儿子？我是儿子。儿子。那现在你们两个人这个生活的状态是各住各的，还是说带着孩子就住在一起了？他是带着女儿，我的儿子是在老家。是不是孩子们都大了呀？都大了。现在都大概多大年纪啊？我儿子22了。我女儿26了。有男朋友吗？有男朋友，就要结婚了。嫁妆什么的准备好了吗？嫁妆差不多了，现在就是啥，我想给他买一套房子。跟前夫在一块儿的话，就是他经常发脾气，就是动手嘛。有时候甚至会波及到我女儿。我对女儿觉得一直有点亏欠。就是想着让她就是有一个保障。假如她在那边生活的也不太好的情况下，有个自己的窝。对对对，吧？我就这样想的。但是现在情况就是啥吧，首付需要20万嘛。然后我自己只有5万，我就想让他帮我出15万，他就不愿意出。不，人当然不愿意出了，我凭啥给你出啊？你跟我是啥呀？我就给你出15万，关键是给你女儿买房子。你这15万是让他就直接给你，还是说你打借条我借的？不是借的，让我出的，就是要的。对。他还不是说我有15万，还差5万，我希望男人贴一点，对吧？我有5万，我差15万。对。我们河南有句话，要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您没嫁呀，所以咱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这词儿，咱套不到自己身上啊。男士你怎么想的？我想的是这个女儿嘛，结婚是不是？是他的女儿。现在既然我们搭伙过日子嘛，也是我的女儿。这个钱呢，我应该拿一点。但是主要问题现在是没那么多。他就这段时间就为这个事情给我一直冷战，有2、3个月了，这样给我生气。那您想拿多少？我现在差不多有10万吧，还差一点。你是准备要拿的是吗？是准备拿，应该拿嘛。你们结婚是大事嘛，应该拿一点。那是真的是挺义气的这个。那这可以的呀。你儿子你给人家准备好那个娶媳妇的钱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这到儿子的时候可咋办呢？儿子今年也22了呀。现在谁先结婚先紧谁吧。你看紧着大的。你看看人家这格局，当自己家孩子一样啊，这是。这个咱就接着往下聊啊，就是你看人家男人的格局在这儿，对，说我现在就10万，那个不够15万，我就先给你凑个10万。
你咋还不乐意呢？我觉得吧，反正是我们就在一块生活，他应该帮我。帮了10万，帮了。对呀，不是10万的问题，15万的问题。那2个人愿意共同借吗？背债务借吗？有这想法吗？不是主持人，他现在他认为我现在手里有钱啊。就像他做厨师，一个月也不少挣，而且他还不是像有些人呀大手大脚的。然后他那个也挺会过日子的了。他要说他没有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是不相信的。哦，所以您就觉得他是藏着呢，我觉得他是不想，我感觉他要想拿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你看我女儿现在是结婚迫在眉睫，是吧？然后这一块的话，儿子的话毕竟还小了，他再结婚的话，我们再干干攒，应该问题也不大。哎，肯定是。那我问您啊，您现在假如手头有一笔钱，人家儿子要结婚，让你掏15万买房，你干吗？我要是有的话，我肯定会掏呀。关键是没有哈。对呀。那人家就提出来了，你跟我领个证呗，咱结个婚，我们也有个保障。你为啥就不想领这个证呢？还是因为我前段婚姻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，跟前夫就是起诉了好几次才离了。所以说我对这个结婚这块有点恐婚了。离过以后，我女儿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们俩一块过吧，我们不要跟这个男人接触了。”我女儿就这样说。所以说我也是离了几年以后就没再找。但是后来呢，也是身边的朋友也是一直在说我，毕竟老伴儿需要年龄大了需要有个伴儿。女儿出嫁以后，你自己的话肯定是也挺孤独的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后来遇到他，我觉得他各方面吧也可以，也挺细心的。1年多的时间的话，他把女儿也给改变了。这点我确实挺感激他的，因为女儿那时候就是不想结婚，也不想找。这1年多时间，女儿看到他也觉得男人也有好的，就这样了，改观了。然后女儿现在也是找了一个心仪对象，也准备结婚。准备结婚现在就说到这块房子这一块了。所以那你看这个男人不是挺好的吗？他都把你女儿给改变了，那为什么没把你改变呢？我对他现在感觉是挺好，但是我这块阴影，我觉得我还没有消除，对这个孩子有点恐惧。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啊，假如我掏了15万，你是不是就跟我结了？这个关系不是很大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既然在一块儿情投意合的，而且我们俩一块儿也看了房子嘛，我跟女儿都挺满意的。然后当时说妈妈你的钱够吗？我说我钱不够，但你叔叔肯定会帮咱们。我就这样说了哈。现在他弄了掉链子了，你说我不生气吗？本来对他期望值挺高的。您是压根儿不打算领证的，就是这样搭伙过着是吗？也不是一定都不领证，我就觉得时间长一点也可能会改观。咱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对他在考验期？有点是吧？你有没有在考验期发现一些其他觉得让你自己不满意，或者说让你在犹豫要不要领证的问题？有。比如什么？比如说他就是爱喝酒。其实我对这个喝酒这一块我也不是特别反对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酒如果你能掌握住量的情况下，对咱身体还有好处，对吧？但是他就掌握不住，一喝就喝的酩酊大醉。他喝酒的这个频率是什么样？一周几次？大醉的情况下，一周差不多都有1次了，差不多。小醉呢？1周的2次差不多吧。也就是说1周7天喝3天？没有，要实事求是，哪有那么厉害呀？那您说上班呢？1周几次？一般我们那个厨师吧，1周轮休1次。我们几个朋友吧，也都是同行的厨师吧。就是在休息的那一次。对，休息那天有时候喝一下。有时候他说有时候喝吧，那个都是喝的少一点。我感觉老师以前像这他都不会提的。我感觉这次还主要是这个钱的问题，我没给拿出来。还是他认为我这个心里有怨言，对吧？对，这都是问题都出来了。其实他没算，你知道，其实在一起的1年多快2年，你看家里那个生活费呀，基本上是我出的多的。他自己开那个养生馆了，但是现在生意不好，他挣的也不多，他没我挣的多。现在，另外有时候他那个购物啊什么，有时候零花钱不够的话，反正只要张嘴吧，3000、5000我都是要给他的。您每个月大概能？我现在工资嘛都是7、8千嘛，这么1年多也没存之钱，是吧？也不是每个月，就是偶尔我会向他张嘴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花我自己的。
只要张嘴我都会给他的。他属于那种花钱比较克制的、节制的，还是说就是比较大手大脚的？花钱他都喜欢购物，喜欢打扮，喜欢爱美。老师，你说女人爱美不是天性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又不吸烟，我们不吸烟不喝酒，也不去应酬那么多事儿。我们买个衣服打扮打扮，自己心情也好了，然后也是你的面子，不对吗？这样说的有点，我感觉都是有点问题。衣服不是说不让你买，你看现在你看家里的柜子全部都是你的衣服，你看我有几件衣服，那鞋子衣服有时候买来穿1次2次，不是不让你买，是用得着了的地方能够穿得着了，不要浪费，都是这个意思。54岁算保养的特别好的哈，本来又特别爱美啊什么的，对，身边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异性朋友啊？让他自己说吧。这看来是有。没有什么异性朋友，你看我就是比较喜欢那个跳舞嘛，就是你看我们那小区我也是个领舞的每天就是跳完舞跟他们，有时候他们出去玩，有时候偶尔我会去哈，也没有咋那个啥天天都叨叨我，哎呀，我叨叨你是因为啥叨叨你？你跳舞吧，你说不让你跳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的性格，其实当时我们刚认识，都是因为他这个性格啊，你看外表啊，都可以。是，我也知道，也相中了，看出来了。晚上跳舞以后，我的不止一次也发现他，反正是给他这个舞友吧，男的，他们在外面吃饭。俩人啊？不是，他有时候她是跟她闺蜜，有时候但是闺蜜带的是自己老公啊，她是没带。那一次我打电话，我一般下班到10点钟吧，到家里了还没回来，我打电话也不接，我担心嘛，一直打最后通了，听那声音，应该是吃过饭了在唱歌的，我还听着反正是电话里边有一个男的在那里笑，我后来问他了，他说都是舞伴嘛，因为他教他跳舞了嘛，感谢他了，所以请他吃个饭，然后唱个歌。但是我有几次发现他在家里就是晚上很晚了还聊天，反正我感觉肯定是男的，因为要约他吃饭呢，要出去玩啊干啥的，所以我心里肯定不舒服。所以您是不是觉得他一直不领证跟这些有关系啊？我感觉有点。他说这个我都不认可，因为啥吧？其实每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也能看得出来，我这人比较爱玩，他是比较爱静的那种。其实之前我们有聚餐呀、聚会一类的，我也叫他，我说咱们一块出去玩，然后我叫他，他都不出去，他说我不喜欢闹哄哄的，我就在家里静静的看会手机啊咋了，看电视啊，时间长我自然都不叫他了。那我同样的问题啊，刚才问他喝酒的那个频率，我也问您，就是跳完舞之后大家一起去聚餐啊、唱 KTV， 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？这个不多，我们这个不多，这个1星期基本上有1次吧。你说过了10来天有1次都算不错了，没有那么多，差不多，很少。我们这个很少，又跟喝酒一样对不上了。这个他是对我有情绪，对我有情绪的说这样了。不是情绪，只要你说出去吃饭唱歌没事，这你频率高点我也没意见，主要是要和合适的人去，不要和不合适的人去，这是重要的。你跟我说一下你们去吃饭的配置，一般几个男的几个女的？一般都是有时候最多都是10来个人，一般都是3、4个、4、5个，有时候是这样子。那个就是都是没结婚的吗？或者离异的？人家去一般都带着老公去的，他一般是不带我去的。你又说不带你去，他不是说带你去你不去吗？对呀。老师，你知道为啥不去啊？为啥呀？我去，人家咋介绍我的？这是我男朋友，人家都知道，她的闺蜜也知道我们在一起1年多2年了，快。那本来还是男朋友，就是男朋友，所以我心里不舒服啊。不是，你不身份就是男朋友，我没说错呀。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老公啊，人家介绍人家都是老公啊。其实你不舒服了，我可以改口呀，我回头介绍，我可以说你是我老公，我可以这样介绍呀。不让你不舒服不就得了，对不对？改口，那个，我还是感觉还是事实一点比较好。您觉得我不是真老公，对呀，没有那张证儿，对呀，就心里没底气。这个老公是加引号的老公，加引号的老公，我不愿意当这个加引号的老公。其实那个证，我觉得就一张纸，你太纠结这一块儿，我觉得就有点过了。男士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要个说法。对。那你是不是接下来就得考虑一下，就是你如果要是一直不跟我领证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
能继续坚持吗？不领证，我肯定是不愿意的。就分了呗。不领证就不接受。对呀，你不给我领证，你看这一下让我拿这么多钱，我要个保障啊，我要一个信心。你还能等多久？我希望他给我一个时间，我想听他说。好，来，女士说吧。其实我刚才也说了，我不是说一定都不领证，只是我心里面那个阴影还没过去。给我个时间，具体的时间。考虑多久？对。您刚才那话意思，我听完的反应就是，我是多长时间以后有可能考虑会领这个证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。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证的话，我其实不是很认可这一块，我觉得那个证就一张纸。但关键是问题现在是你们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家是要这个证的，人家是想跟你去领的，你现在就是给人家一个时间。这个具体时间我给不了。刚才说了，我女儿现在就是已经从这段走出去了，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不敢保证。或许大姐，您就是不想领，真的，您就是不想领。大饼画不用画这个大饼了。您女儿走不走出去那是人家的事，就像您说，你看人与人不一样，人家走出去人家的事，跟您没关系。您不用拿女儿当借口，您不想领就直说。但是我就明告诉你，你这么画下去，你现在说的这个方式。拿女儿举例子也好，你自己方式，你只会让人男方越来越不相信你。10万都没了，你自己做。如果是他这么跟你说话，你也不会相信他。要不然这钱呀，咱先当借，咱借这事。反正老师，我这次我感觉我要自己这个小九九吧，趁着这个钱给要钱那个时机，让他把我给证给领了。哎，那如果借的话，你愿意借吗？他要给我领证的话，我都给他。不用借呀。2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大哥真的没有15万吗？没有15万，我给他借呀，给他。好，真的没有15万，但是10万能拿得出来，然后还可以为了他把那5万借来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前提是你得跟我领证。对。好 ，OK， 人家可给你答复了，大姐，您想好了再说，您别继续画饼了。万一那15万不给我咋办？对，不是还有第2个选择呢？我不给你领证，但我管你借15万，借还是不借？他要不给我领证，我不借。借都不借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什么意见。来，温老师，拜拜吧。就是我只见过就是女性把婚姻商业化、商品化的，我现在第一次见到女性把陪伴商品化、商业化的。我觉得您的这个置换条件稍微的有点高。谈恋爱，你想怎么谈都可以。但是你不能够享受了婚姻的权益，但是你又不履行婚姻的义务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是欺负人的。你为女儿可以理解，但人家家里是个儿子是吧？对。你们俩一个建设银行，一个招商银行，你让人家之后怎么去建设？不是，我就想着，既然在一块儿了，我女儿也是他女儿，对吧？他儿子也是我儿子，儿子的话，那以后肯定我也管。你管啥呀？你现在都没管，你以后能管啊？你现在是让他管你孩子，你现在管他孩子吗？没管吗？没管吗？你俩现在趁早，为什么我说白了个白就分手？如果他现在有一个比你条件更好的，长得比你帅的，立刻你就被踹了。告诉你，如果一个女的想跟你结婚，什么都不是理由。这个时候是爱可以赢万难的。但是如果他不想跟你结婚，什么都是理由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就是再见，就赶紧再见，因为这个姐姐她想过的生活是那种小公主式的那种生活，她所有东西她想要去依附男方去索取，你自己没有这个赚钱的能力，你先去找一个能够跟你赚钱能力匹配的人就好了。首先来说，有一个大姐潜在的暴露的一个问题。刚才大姐完全，大哥听好了啊，大姐刚才原话是这么说的。女儿跟我一块儿去看房子，女儿问我妈妈你有钱吗？我说妈妈手头虽然没有，但是叔叔会解决的，对吧？但是就在刚刚跟文老师对话的时候，他张嘴说我觉得我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你的女儿跟他叫爸爸吗？没有。然后你在领证的情况下才有资格说得出来我的女儿是他的女儿，你的女儿不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儿子也不是你的儿子，你们俩只是合住伙伴，没有那个结婚证，你也没有保证，他也没有保证，人家是真爱你，能看得出来，真喜欢你。我刚才已经反复确认过一次，问大哥真的没有15万吗？大哥说没有，对吧？但是我可以掏10万，肯定不止10万，因为你给他10万
是极限了，你得留点钱维持你们的生活吧，对吧？人家也得为自己的孩子、自己家庭的未来做一下准备。您甭管他有没有这钱，人家在没领证、没有保障情况下，人家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，够意思了吧？你什么朋友在您这个年纪能给你拿出10万块钱来，不求回报？人家说了，掏15万的时候，我希望咱俩领证，但是你不跟人领证啊？这证真贵哈！哦，是，我一听这年头领个证15万呢。啊？是。您不觉得这是像一场交易吗？如果他真的为了15万去跟你领这个证，您觉得这婚结的还有意思吗？我15万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像不像一场交易？是吧？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他确实不想和你结婚，即便开出15万的条件，他都不愿意去领这个证。他就是要空手套白狼，我就是要打着所谓的道德制高点。你是我男朋友，你肯定得帮我这个忙，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。你现在不帮他这个忙，他就会觉得你对我不够好，你心不在我这儿，对，你不是真心想跟我相处的，你也没有那么想娶我。他会把所有头衔全扣在你的头上，给你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。如果一个想嫁给你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她可能确实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受到了伤害，但是你连她的女儿都能给予温暖和改变，那这个女人的心早被融化了。因为她这辈子最惦念的就是她的女儿，她看到女儿都愿意步入婚姻，都已经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，是因为你的功劳。她对你不是感谢，她对你应该是相信和信任。对，但是她并没有，她说的只是我很感动。所以对于这个女人而言，她很明确，她要的不是婚姻，她要的是自由身，但是能有一个帮我兜底的男朋友。所以您有一个身份，有一个代号，您知道叫什么吗？千年大备胎。是。哎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知道您的前夫给您带来的那些伤害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，就算全部都是真的，也不能够因为他人带来的伤害让现在的好人来背锅。你身边的这一个男人是爱你的，并且负责任的，能够改变你女儿对婚姻观的态度，却改变不了你。所以你究竟是借着前夫给你的伤痛说事儿呢，还是你的心原本就是自由不羁，根本都不愿意走入婚姻的？假如你自己不想走入婚姻，觉得我单身女子这样的身份挺好，我跟人谈恋爱和这样搭伙过日子挺好，那就不要委屈自己，不要在驴子前头吊上那根胡萝卜，不要欺骗他，告诉他只要你做什么，我就有可能什么。这个饼不用画。我相信很长时间以来，你的男朋友早就放弃了要跟你结婚这样的想法了，因为你根深蒂固的不愿意嫁给他。但直到你说出了15万，他忽然一下就有了谈判的砝码似的，就觉得只要我给你女儿15万，你的意思是就能跟我结婚的话，那我立刻凑我也要凑给你。真可怜，你在这儿打算向他狠狠地讹上一笔，然后把他踢开，他却以为你即将要用这笔钱完成你们2个人的终身大事。请这位大哥不要搞错了哈，他不是说我要一个15万的彩礼，我拿这个彩礼去贴补我女儿的人生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是因为我跟你好了这么长时间，所以你要对我女儿好，请你给我女儿15万吧。你如果不能够理解我的强盗逻辑，你这个人就是白吃白睡，你这个人就没良心。他在用道德绑架和谴责你。所以今天是他来错了地方，因为原本您都已经松动了，至少会给个5万10万的，不跟他谈任何条件。但因为今天他把您带到了这里来，也许您将1分都不会给他，因为他贪得无厌。好，先生今年50，对，50。离婚几年了？ 3年多了。离婚时分得一半的财产了吗？
因为儿子给我嘛平分的。对，至少一半嘛。啊，您的收入还不错，在我们当地还可以。月薪大概多少？方便透露？8000。3年8000，现在您的存款不够15万，所有的不够15万。对。给他看过吗？我的卡里多少钱？看过吗？没让他看，他问过，我给他说了。啊，为什么不看？因为他不信啊。对，就是不信了。现在我都不信。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钱呢？因为他不信呢。你不信你就不信，你凭什么看我有多少钱呢？因为他们是男女朋友啊，他们奔着结婚去的呀。男女朋友就得知道你有多少钱吗？为什么不能让你知道呢？你就一直在觉得我有钱瞒着你，不跟你说实话。不，我给你看。如果结了婚，我有权利知道你有多少钱，但没结婚，你没有权利知道我有多少钱。我们没有谈权利，我谈的是愿不愿意，对吗？立场都对，立场都对，这个就是信任。对，你们俩都是带着上一段的阴影的，都是在算计。所以说钱伤未愈，信任不足，怎么样？钱来补，用钱来衡量你到底是不是真心。这个钱没有数，15万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，但15万未必能够换取他的真心。所以先生现在已经开始退堂鼓了。我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测出到底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真心。谈男女朋友1年长吗？您觉得什么时间谈可以说这是我老公了？什么时间？多长时间就应该结婚？什么时间？我感觉不能超过1年吧。哦，那你跟他说了吗？为什么不能超过1年？366天就不行吗？所以两位，我有个建议啊，您少喝顿酒，您少跳段舞，留出时间聊聊真心话，比什么都补。就这样。我觉得待会儿你俩坐那儿好好想一想，你俩今天出来得带条件，就是出来到底代表什么？是愿意给这15万，还是愿意领证？你们俩今天待会儿从那门出来得带条件啊。好，那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，谢谢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：小帅35岁，来自河南，个体；小张36岁，来自河南，文员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后悔离婚吗？后悔。离婚虽然让我找到了自己，但是委屈了我的孩子。不后悔，我一个人过也挺好。总是否定我，贬低我。他脾气太大了，总是跟我吵。我能找到更好的，找一个更旺夫的。您2位现在的关系不是夫妻呀？不是，是离异是吗？是这样的。你们离婚多久了？离婚不到2年。今儿来我们这儿是来问问我们要不要复婚是吗？是，一直很纠结。我刚才看了前面的哥哥姐姐，我更纠结了。更纠结了哈。谁今天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当时为啥分开呢？我们结婚一共是9年多。在婚姻当中，他完全对我是不认可的。那时候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每次都买彩票。我那时候都给他说，天天光想着天上会掉馅饼的那种态度，又增加了生活上的一部分开销。他每天都买，经常买。每天花多少钱买？最少都花十几块钱，他不会说买太少的那种。那最多呢？最多能20多点。针对这个买彩票啊，我认为这个是个人爱好，他就花个10块8块，我感觉也没什么。但是他也喝酒吸烟，他要是不买彩票，可以多买几盒烟。他就算是每天都买，每天买20，这1个月买多少啊？买30天。对呀，也没有多少钱啊。600块钱。你为600块钱的事跟他离婚了？不是。生活中矛盾一地鸡毛，就是完全不认同，完全合不来，让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质疑，让我个人就性格都发生改变，很自卑变的。就是他一直在否定你、打压你，是吗？是。那这样，就否定你、打压你这个情况，你给我们说几个具体的事件，我们听听否定你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那一年是15年，出租车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挣钱的。但是他租了一辆很老很旧的出租车，2、3天修一次，
挣的钱都花到修车里边了。我说的你给车主协商一下，换一辆新车你再租，他不愿意，他完全不听。他说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。这不是打压你呀，这是不听你话呀，对吧？后来那时候网约车上来了，我说你改行开网约车吧，还是不听。他不听我建议不说吧，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觉得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，还天天管那么多。他说我天天在外边这么累，我回来了你还这样说我，我认为我个人运气不好，你不旺夫，我娶了你，你就是来消耗我的。那你跟他说你不旺妻。我想打断一下啊。打断。他说我打压他。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他就是说经常脾气有点暴躁，并不是他脾气暴躁。他脾气暴躁，天天就是吵我，不是我吵他。他暴躁到啥程度啊？就比如说下完班回家，我还得做饭吧，做完饭还要刷碗，刷的不干净还不行，非得再刷，要不就是动手。刷碗没刷干净就动手啊？你这么大个儿，他那么小，他咋打你啊？要不抓要不挠，就是那样的。始终你没有动手是吧？打女人不是不对吗？开始不是这样认为吗？是不是？但是咱得让着他嘛。你承认你动手吗？确实对他又抓又挠过。那时候也是在家里被他打压的，说什么他都理解不了。我说我在家带孩子辛苦，那孩子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能休息一会儿，他不睡觉我都一直在操心。他说我在家不做饭呢，我在家带着孩子我做不成饭，我把孩子放那了，孩子在那又哭又闹的，我自己也没心情做饭呀，我还操心着孩子，就完全我是那种的带着孩子。你是不是那个时候有点产后抑郁？有这种情况好几年，后来孩子大一点了好了。他除了这个在家里面因为你刷不干净碗跟你闹，还有什么时候跟你闹？有一次吧，不是我在外边上班，她闺蜜来我家找她玩了，结果我妈出去了，不知道他们在家把门上了，就是把门从外边反锁了，他们出不去，他们因为这出不去，跟我妈吵，最后发展成本身我们是在一块吃饭的，就因为这分火了，闹到这种地步。是他要分的还是你妈妈要分的？他闹出来的呀。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看他们一直在吵。我再问一下，这个孩子是你一个人在带，还是有婆婆在搭把手帮忙啊？我一个人在带，他妈妈不讲究卫生，带孩子带不干净，经常把孩子弄得脏兮兮的。他嫌弃我。本来一开始是有婆婆搭把手的，是开始接受不了，所以就自己带了，是吧？是。那吃饭上他确实他做饭不卫生，我吃了经常会肚子疼。我就让他分火了，确实吃不到一块。他妈妈也是生闷气，我也是生闷气。这看来婆媳关系还有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他妈妈那次把门反锁的就是故意的。什么故意的？肯定不是故意的。要故意也会把你们锁家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就这一次事儿，你跟婆婆就结下仇了，结下梁子了，是吗？生活中很多事儿，他妈妈也不管。我们俩平时吵架，他也听到了，他完全不管。咱们的事儿。想让父母掺脚啥？不用掺脚。他妈妈对我的态度一直就是不管不顾，你给我孩子过成什么样子就过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你那几年是一直在家带孩子，也没出去工作是吧？没有，那时候他开出租车，我们商量着又开了个台球店。他说那是我的一个副业，你看着就行了。店里那时候那顾客说那台泥时间长了该换了，然后我给他说这事，他说了人家就是骗着你，让你换台泥，让你多花钱。咱这个店一共才挣多少钱？你知道换一个台泥多少钱？不知道。他让你换不是你在经营，你在管，那你自己换不就完了吗？都是他联系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联系人家。当时我去了，也不是因为台泥的事儿，他就是因为那个球不走直线，他认为就是那个岸不平。然后那店里那经常去的顾客，经常送点水，送点东西，想让人家以后能办个充值卡什么的，就维护这种长期客户嘛。但这事他知道之后，他都说我不知道节俭，你送这个送那个，你回来你把你也送给人家。啥叫把你也送给人家？这话说咋这么难听呢？我当时的意思是啥吧？一次两次可以，
你要是每次来都要送瓶水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对不对？谁会把老婆送出去啊？那是气话。哎，你们2个人到最后是什么事儿让你们2个人咱俩直接去办手续？那天是我姐姐去我家里了，我们逛街逛到晚上，到家了她也没做饭，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然后家里边乱糟糟的也不收拾。我当时越想越生气，我就说了她几句，她就打我了。打你当时是为啥？你为啥？为啥呀？你说呀。你说。动手之前，我们已经生气将近快1个月了。就是因为有一次吧，我朋友他们跟他老婆他俩玩得好，在我们家吃饭呢，可能是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他媳妇儿记仇了，然后他们2个闹矛盾呢，那说是我引起的，就因为这个，然后我们2个吵，已经将近差不多有快1个月吧。你的朋友的媳妇儿，2口子跟你们一块儿吃饭，对，在我们家吃饭。你是说了点什么不重要，你说点什么让人家女方不高兴了啊？对。然后这个女方当时没有跟你吵，但是跟你爱人吵了。后来是她跟我吵了。那个女的跟你吵了。是，她说她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？我们去你家吃饭还带点礼物过去了，你看你老公办的什么事？然后你听完这些之后，你回来就跟他埋怨。说你当时不应该这么做，然后你俩就吵起来了。我特别生气啊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自己说错话了，就这点破事儿，你对你媳妇儿动手啊？不是呀，就因为这事不是吵了差不多1个月吧？他姐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在那发脾气，然后他又打孩子了。要不是打孩子，我也没忍住。我当时在气头上，那孩子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烦人，我就随手推了他一下。他看见我推孩子，他上去都打我。你刚才形容的是事实的全貌吗？就你们俩吵架的时候，孩子就是在你们俩面前晃来晃去，你就看着就来气，跟他怄着气呢，一看孩子就更生气了，是吗？是。对，就是因为这，我要不是他推了孩子一下，你动手打了他哪儿啊？他叫我背上踹。踹了2脚，就是给了2下吧。你打过他几次啊？这是就这一次。他那时候他是觉得孩子小，我抓他挠他，他不跟我一样。我这孩子大了，我推一下孩子，他都上去都打我。所以就因为这个，你坚定的要离婚了，对吗？还有一点就是打过我之后，你知道什么态度不知道？完全没有道歉，完全没有说自己错了，以后不这样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没有任何表态。他家里边人也没有任何表态。你为啥之后没有任何的道歉态度呢？也是在气头上啊。吵到有1个月，都烦死了。那都闹到要离婚去了，你也没有跟人家道过歉呀？没有。那时候还没有换证之前没有道过歉。换证之后不到1年吧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中间他也走过我想复婚，那时候我还在气头上不愿意。但是现在孩子大点，孩子老师也是经常打电话说，你看你不在身边，这孩子天天情绪低落，影响学习。你看你能不能回来呀？离婚之后是你把孩子给他了，你走了。是。孩子在我这儿。你为啥没要孩子呢？那时候离婚的时候，那时候孩子不到6岁，还在上幼儿园，然后是个男孩子，他特别调皮，喜欢玩。我平时管他严，他爸爸就是完全是放养式的管他，孩子自己选择跟他，我就。是孩子选的是吗？是。哦。但是这2年孩子大点，孩子经常给我打电话，想让我回去，说爸爸经常出去喝酒、吃饭、应酬。他经常和爷爷奶奶在一起，爷爷奶奶做的饭他也吃不习惯，想让妈妈回来，想让妈在身边照顾他。我家父母吧也是说，你看看能复婚吧。所以今儿就是来到我们这儿了，问问我们。是。关键是复婚，你们俩得有对于过去事情的一个总结或者复盘啊。问题我还没说完。还没说完呢。没有。来，你说。哎呦，你这么大当时开台球厅的时候，他半夜还给别人就笑眯眯的还发微信，被我发现的。这是他当时办的事儿。不是这有什么呀？给一个自己闺蜜发微信，这是。问题是男的呀，是不是？男的。对，他说是顾客。就是那你看他发什么了吗？这个没看，这个倒没看。他笑着给一个男的发微信，对，笑眯眯的，跟异性聊天呢。经常去店里消费的顾客，人家经常去玩嘛，
然后就加微信，看看什么时候开门他再过去，这样会方便一点。加上微信之后，没有说聊过什么暧昧的话呀。那天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会凌晨1、2点给我发信息的，但是发的什么呀？但是他也只是问我明天几点开门呀，我明天休息。那这个2句就回完了呀？这还只有一件事，这只是一件事，在下边他还有，还跟前男友联系了。还有这个事儿，那我以前没结婚之前，谁还没谈过呢？分开之后，双方也都有家庭了，但是联系方式没有删除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有老公、有孩子的人。他做什么了？他做什么了？反正是我听别人说，看到他跟也出去一块吃饭了，但是我没看到。跟前男友有没有这事儿？对。有这事，我说我开了店之后，我老公他什么都不管，我跟他说什么，他天天他下班回去，偶尔去店里一下。你跟前男友说这干嘛？你跟前男友抱怨自己现老公啊？对你这很正常嘛？这哪正常了，姑娘？这哪不正常？我觉得很正常呀。2个人本来都认识，然后谈的时间也长，然后都比较了解。我说的他能理解。那你心里还有他吗？你看你看越说越不正常了啊！然后你说的他都能理解，但你老公说的你都不能理解，然后就一起出去吃饭了，是吧？是。你姑娘，你别告诉我你的认知真的是这样的，你真的觉得跟前男友去俩人聊聊天、见见面，然后各自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现在的痛苦和自己婚姻的不幸福，这事儿很正常，很正常呀。你老公跟他的前女友见面吃饭，然后跟他前女友抱怨，我这个老婆呀一点不旺福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你看看这日子让他过的行吗？好像不行。这样一说，确实想想，确实会生气。我是女方会生气，那男方就不能生气吗？男方大度点吧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。你这个双标也双的有点太明显了吧？再说我又不是不守妇道，他也没跟前女友怎么着，我们就是见面吃个饭，我们什么也没干。这样，我问一个问题吧。你的前男友他们2个人要看了你们俩这期节目，突然说出来你们俩吃过不止1回饭，私底下他女朋友不知道的情况，你觉得他老婆会不会跟他吵架？你觉得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你着急了吗？你现在着急了吗？我现在着急了。你是为你前男友着急了？完了，对，我离婚了，人家又没离婚。我怎么觉得说起这事儿来，你比你们的事儿还着急呀？对。不，咱们现在把思路拉回来，就现在通过刚才我们老师说的这些话，你能理解到你的伴侣听说你跟你的前男友去吃饭，他会开心吗？现在回答我这问题。不会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以前没想过这个呀，以前就想着谁还没有个异性朋友。所以你就不负责任啊！我就问一下你啊，你跟台球厅的那个顾客，除了在发第2天几点开门之外，有没有聊天？没有闲聊过，没有聊过其他就店里之外的事。没有跟那个男的抱怨过你老公怎么打压你之类的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就只跟自己的前男友抱怨过哈。那是给他抱怨，确实2个人相处得来。后来2个人分开是因为双方家里边不同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就是你们俩是想在一起的，但是双方家里人不同意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去！所以你俩其实是藕断丝连吧？以后不联系了。就是你们俩是那种的被迫拆散的，才分的手，当年是吗？那也是两个家也是异地，再说离得比较远。你看看先生的表情，就这些事儿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完了，最后还负吗？现在就是比较矛盾，我心疼孩子呀，但是他确实对我不认可，也是经常吵架，合不来。你%多少想负？各占一半吧，50%想付是吧？来，先生，你%多少想付？能回避这个问题吗？他现在不想。没事，你咋想咋说。我的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走一步看一步。行了，明白了。接下来咱听听各位老师有啥意见啊？如果是为了孩子好的话，你们就坚决不要复婚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啊？急了。对。就是我们经常会上来看到很多打打闹闹的夫妻也好，
伴侣也好，像前面这一对儿也好，就是他们其实还是知道说对方哪里好的，就是会去强调这个东西。但是您在这位女士的心里，我觉得她没有强调你哪里好，她只有强调你哪里不好。当然，你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好。哎，什么叫我觉得你不忘夫啊？他还觉得你不忘妻嘞，对吧？就是你这种话，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在上个世纪的那种电视剧里面才会听到的话。今天你让我听到了，我觉得真的还是活久见。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找个这样的女人，她很计较，她会记得你所有的不好，然后在一切有可能的时间给你碎碎念的这种叨出来。未来就是你们俩复婚了，所有的问题她还会再控诉你。所以我就建议你们两个就是不要复婚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们就好好的在孩子面前扮演一个很好的父母就可以了，就不要互相伤害了。谢谢。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不会定义为你们俩是家暴，我现在最多判定一个互殴。你挠没挠人家，咬没咬人家？挠过啊，你挠过是吧？你为什么挠人家？你知道女的也会家暴的，动手其实就是不对。好，反过来他就打过你这一次，所谓打就这一次，当然动手就不对啊，这肯定是动手就不对。但是他动手也是火头上，本来两个人就在争吵，就在愤怒的阶段，你的攻击目标是他，但是你发现你们俩这个就针锋相对的时候，这孩子在这来回溜达，你就打孩子去了。他看你打孩子，他就踹了你，对不对？我说没错吧？是这个剧情，你认可吗？是啊，你踹他就不对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打孩子呢？你孩子就在你身边溜达，你们俩人借着这个怒气都能对孩子这样，我不太相信你们俩为了孩子会做到什么。就冲这个，为什么要复婚？复婚以后呢，俩人现在勉强复婚了，没有冷静下来，没有想好未来怎么过，冠冕堂皇的说以孩子为中心，要不要考虑复婚？那随着孩子年龄增长，发现了爸爸踹过妈妈，妈妈挠爸爸，你觉得孩子心里会觉得幸福吗？这个家庭，他以后会不会对自己的另一半也动手呢？我爸我妈就这样，我也这样，会不会？你们考虑过？你们自己也不成熟。下一个就是前男友这个问题，你刚才自己亲口说的，你会跟前男友去诉苦，去说我老公如何如何。说到这时候，大家老师们很震惊，然后就打断了你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听完这句，我就已经很生气了。我想着都结婚了，都有家庭，就是朋友相处啊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你可能找了一个你觉得已经谈了那么多年很亲近的，就甚至感情，咱思一想，感情发展到像亲情一样的人，我们俩见面，我跟他无话不谈，无话不说，但是那是你前男友，他不是你表弟。哎，离婚了，你找你前男友了吗？肯定也联系过呀。你跟他说了吗？你说你离婚的事儿了吗？说了。就是所以我是觉得你根本你这就不会特别在意另一半的心态，这是你的问题啊！你不要跟我说我没想那么多，你要真想那么多还这么干，你就更可气了。你不尊重你的另一半啊！那时候给以前那个分手之后就很伤心，有朋友介绍他，就跟他相处了1年多就结婚了。然后你要说心里边吧。在意的、重视的，那以前谈的那初恋，那肯定可以了。我不聊了，反正我把例子给你们俩，我听的重点的几个比较个人方面来说比较严重的问题。你们那些小事生活谁过日子都一地鸡毛。两个人关系再好，感情再好，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天天打架都是有可能的。你说一句，你多说一句，那我就少说一句；我多说一句，对方就少说一句。两个人有问题就共同努力解决问题。没有说就是互相对抗着往前走的，你动手我也得动手，就冲你们俩这动手，你们再加上你们想为了孩子而复婚，我提醒你们俩三思，一定要三思。孩子看你们俩的相处模式，如果真的学到了，你们俩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我说完了。其实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是有回头路可走的，有回头草可吃的，可以复婚的。我个人的观点啊，复婚有几个基本的条件。首先，我们过去在婚姻当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，我们两个人达成了共识，并且得到了解决的方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还有爱，我们离不开彼此。
孩子、父母什么什么之类的都不能作为复婚的一个条件。你压根儿不爱你老公，他只是你忘记前男友的一个工具。因为你分手了很痛苦，然后家里面可能又有催促等等一系列的情况，所以你不得已嫁给了他。你对这段婚姻不满意，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不满意，你对这个男人更不满意。你所谓的他处处打压你，他处处说你怎么样，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你对自己不认可，你对自己不满意，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嫁的是那个人，但是嫁给了这个人，你不甘心，你对人家动手，你对人家发脾气，看似好像你一直在受委屈，其实你一直在宣泄着对这段婚姻的不满，最后如你所愿，把这个男人逼到动手离婚了。你的如意算盘可能想的是离了婚之后跟前男友看能不能再续前缘，可是你发现这份前缘续不了了。亲爱的，我不相信你没有这个认知，结了婚以后我跟前男友还能正常吃饭、正常聊天、正常见面。你不能一边抱怨着自己命运不公，一边又不得已的去认命，然后一边又作着自己的命运。跟你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人，他受不了啊，他心里面很清楚，他是个备胎。所以这婚别想复不了。您这2年是怎么过活的呀？上班，然后经常有时间就去看看孩子。不看孩子的时候呢，和谁住啊？自己。没有和父母，也没有和谁约会？没有。这2年也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？有个不合适，也不是自己喜欢的。处过了，不合适。你真是处处给自己埋雷，就这你还想回到过去的路上？你在回去的路上被自己埋的雷都给炸飞了。你说真是吧？然后姑娘哈，首先你讨厌他妈妈，你欺负他妈妈，你欺负他，你欺负孩子，但你却把这3人留下了。你明明认为你的婆婆做的饭你都不能吃，会拉肚子，哎，小孩为啥可以是个毒？你承受不了的肠胃，你儿能承受。你但凡有一点责任心，你都会在要离婚的时候要死要活的弄走儿子。你没有啊，反而是有儿子在手的他，一边带着儿子，一边要工作，这么不容易，也在1年后可能冲着孩子的面子想过，要不我们复婚吧。但是跟你提，你那个时候还拿着价呢。为什么拿着价？因为那个时候在跟相亲对象进行磨合。没有，那时候也就是他打我。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那个人合不合适呢，所以你还没想好我要不要吃这一口回头草，而且想得很明白，我把孩子留在他那边，他就不太好找。当我想吃回头草的时候，我就撕了这个遮羞布，我就说是孩子使我不得不回来的，你以为我爱你啊？然后我回去接着欺负你，欺负你们全家。你说你的男人又是买彩票，又是不务正业，又是喝酒，又是打人，又是疑神疑鬼，所以今天你诋毁了他，却要回到他身边，还要逼他接受你，且还要求他做一个更好的人，符合你期待的白马王子，你做梦去吧。我的建议是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前夫前男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。哈，复婚之前先复脑，咱头脑不清楚，可不能糊里糊涂的接了，糊里糊涂的离，然后还想糊里糊涂的再回去，一团糟。先生，我问你几件事啊，你说，这2年你有没有相亲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当时不是考虑着，不是还要想复婚吗？啊，对，那是1年前嘛，对，后来被拒绝了，那为什么不再去相亲啊？说实话，没走出来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看清楚一件事儿，你们俩相比，要说谁更爱孩子，先生毋庸置疑。你们结婚期间，他承受了你无数次的家暴，但他从来没有还手。但他唯一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？是看到了你伤害无辜的孩子。这是一份做父亲的责任和他的软肋。
某种程度上我是挺同情他。在你们离婚之后，是谁要了这个孩子？是他，是爸爸。所以说从这几点来说，那分明是他更爱孩子，为了孩子真正想复合的其实是他。他说走一步看一步，因为他很谨慎，他生怕你不是为了孩子要复婚，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，比如说让他继续养着你，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不行了，我要回来，这是我的港湾，他害怕。但是先生也挺无能的，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能掩饰你的无能。你也不具备真正能够好好教育孩子的能力，现在不具备。你想要一个帮手，你发现你的母亲不是，可能是他，但你又信不过他，所以还在反复的纠结。如果说现在你们看不清楚你们之间还有没有爱，好的，我们先做好爸爸和妈妈吧，而不是你们复婚与否。所以说这些你们之间的问题太复杂，先解决孩子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一起商讨一个可行的能够教育孩子的计划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嘉宾啊，就请你们回到门后。我们揭晓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金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。同时呢，您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没有。呀，没有。居然。咱姐姐真是就事论事，坚决自己不以身涉险。好吧，来，我们来看今天第二组嘉宾的结果啊。接下来，小张和小帅能不能出来？哎，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结果。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二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呀，我觉得在婚姻当中，真的彼此忠诚和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而且绝对不能搞暧昧。对，这是对边界很重要，对自己另外一半的最基本的尊重，对吧？哎，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二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这就是我们这期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